夫君，听话，我的刀很快，不会让你感觉到痛苦的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了去陈家做上门女婿的那天。秦牧阳，你一个废物！上一世我为陈家冲血，入赘陈家，我只属于王明哥的利益。陈青青为了给他的白月光亡命守身，竟在新婚之夜生生割了我的子孙根。我急火攻心，气绝身亡。经检测到宿主意难平，人生选择系统觉醒。选择一，忍辱负重，任由陈青青摆布；选择二，获取反击，奖励神龙血脉。师徒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。无选二。经恭喜宿主融合成功，周身已强化。经鉴于宿主上一世遭遇，额外奖励被动破局之法。3星后，陈青青会意乱情迷，对宿主投怀送抱。师徒，你不是玩我吧？这怎么看着还是要动手啊？夫君，你射精了，情郎啊！系统爸爸，我爱死你了！这才是人生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怎么，现在不想给王明守身如玉了？行了，穿好衣服，我的女人，我可不想让别人看了去，即便是你的青梅竹马也不行。夫君不好了，你快躲起来！王明，他应该快来了。他之前说一定要亲眼看着你被废残去。青青，快给我看看你是怎么废了他的！你们究竟做了什么？王公子，这是我和夫君的新婚之夜，你就这么贸然闯进来，不太合适吧？青青，之前你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是我没想通，现在我想开了。我的夫君就是最佳答案。那我们以前的花前月下算什么？算个成语。那我们这些年青梅竹马又算什么？算我倒霉。若非是你，我之前也不会惹夫君不开心。唉，该死！该死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杀了你们！区区后天境初期，你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谁给你的勇气？夫君好厉害！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只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怎么有这样的实力？听说你要轻轻切了我的子孙根，你才能安心。那现在我也给你个机会，自宫或者死。王明，既然我夫君说了，那你就照做，别让我夫君不高兴。你，秦牧阳，我可是王家二少，你区区一个赘婿，敢对我动手？你敢打我？你他妈都想老子断子绝孙了，我还惯着你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王家乃是天阳城第一武道世家，你个废物，胆敢对我动手？你在威胁我？别，青青，不要冲动，你还年轻啊，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毁了后半生啊！你毕竟是陈家赘婿，你这么做会给陈家招惹灾难的。废话真多，既然你不想动手，我来帮你。我的宝贝，手纹不完整，不是男人了。哎呀，夫君，我们闹得这么大，会不会出事啊？无妨，有我在，王家翻不起风浪。你好大的口气！区区赘婿，你这是要给我陈家招惹灾祸！秦牧阳，你给我出来！第一天上门就缴获陈家鸡犬不宁，惹出这么大乱子，赘婿，你是想害死我们陈家吗？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得了陈家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来做陈家的天子。够了！秦牧阳，你知不知道
王家可是天阳城第一武道世家，王明的哥哥王腾如今也是先天境修为，根本不是我们陈家能招惹得起的。区区先天境而已，我随时可败落。哎呀，你口气是真不小啊！你当先天什么大白菜啊？检测到宿主修为过低，开启人生选择。检测到陈家天之娇女陈洛洛即将出现，选择一，逃避陈家，落荒而逃；选择二，以神龙之力帮陈洛洛化解寒毒，奖励先天雷脉和先天境巅峰修为。小姨子，系统5选2，你还有脸笑？我陈家几百年基业就要毁在你这个小畜生手里了！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祸害，老夫绝不让你进门！晚了，这陈家赘婿非我莫属，而且不只是一个人的赘婿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！哎呀！洛洛，你不在洛神宗修行，怎么跑回来了？哎，洛洛，这是，哎呀！姐夫，你身上有神龙力，不错，而且我知道你的寒疾已经深入骨髓，只有我的神龙力能救你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个畜生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你小子把主意都打到我们家洛洛身上来了！我告诉你，这就不可能！我愿意啊！听到没有？赘婿就该有赘婿的觉悟。我女儿说了，她洛洛，你说什么啊？姐夫，帮我！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耽误时间了。你给我把手放下！秦朗，那我们不要等了，现在就洞房吧。洛洛呀，你是我们陈家的天之娇女啊！你怎么能行如此之事？她只不过是一个赘婿呀！爹，你别这么说秦朗，我不喜欢。好了，有什么事等明天再说吧。这就把我们赶出来了？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造孽！我倒是觉得洛洛跟了夫君也好，你们不知道夫君的强大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就不相信了，洛洛真能做出这样的事。姐夫，快帮我！快帮我！让秦牧阳滚出来！敢动我王腾的弟弟，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呀，腾儿，你看咱们两家也算是世交了，这是干什么啊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腾儿也是你教的吗？王腾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这一切本就是王明的错。若非他险些蛊惑我，犯下错事，我夫君怎会对他动手？这是他咎由自取。陈青青，你这个贱人！说人话！陈青青，你就是个贱人！和那个赘婿在一起，你不要脸！若非是和夫君圆房，我又怎会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狗还大？陈青青，你侮辱我，我弄死你！敢动我的女人，你是嫌你的狗命太长了吗？赘婿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现在的陈家我做主，你们都他妈上门找事了，还想让我笑脸相迎？陈家我说了算，谁来找事死！你一个赘婿还真装起来了，在我大哥面前还敢大放歌词，效果竟然这么好，昨晚才咔嚓的，今天这小造型就安排上了。别说这小玩意儿还挺别致的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我大哥王腾有大帝之姿。大帝之姿？没错，我大哥乃是天生雷灵之体，能御神雷，如今
年纪轻轻已经是先天巅峰境界，对你们来说更是无敌的存在。无敌？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马一样简单。天生雷灵，好呀！我正想找机会试试我的先天雷脉，这不是送上门的把。夫君，这个王腾是王家天骄，就连神夏宫公主都很看好他。是啊，夫君，要不咱先忍忍，大不了让我爹再低一点头，反正他在王家面前又没抬起头过。无妨，先天巅峰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有我在，以后陈家无需向任何人低头。夫君，你在开玩笑呢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一剑赘婿也敢妄言！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给我弟弟磕头，否则的话，好强的力量！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求饶，奉我陈家为尊，我饶你不死。这赘婿是疯了吗？八成是疯了，这话我做梦都不敢说呀！找死！这不行啊！我还以为你能跟我拼一下。这陈家赘婿了不得呀！这以后陈家要是有他在，我陈家岂不是名满天下呀？我们昨夜这么对他，他不会一气之下杀了我们吧？把这事忘了。爹娘，你们就放心吧。现在我和姐姐都是夫君的人，他这陈家赘婿的身份跟咱们已经绑死了，所以夫君不会在意你们的不敬的。是啊，娘，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夫君那句话了，有他在，咱们陈家不惧一切。秦牧阳，你大胆，竟侮辱我王家天骄！我大哥只是一时不察，被你偷袭了而已。你有胆子再跟我大哥一战？好啊！闭嘴！听见没有？我大哥让你闭嘴！我他妈让你闭嘴！大哥，你吼人家干嘛？大哥，你怎么能对我动手呢？你要杀的人是秦牧阳啊！这狗东西是想害死我！这陈家赘婿绝对不是我能招惹的，他竟有金丹兄弟，而且还有这么恐怖的御雷手腕，只是一指就差点要了我的命。要是再打一场，我必死无疑！你给我滚！都是你这个祸害！你他妈还陷害老子不够是吗？大哥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今日用这陈家赘婿的命来给我们国家立威，怎么能是我的错呢？无耻！这王家人为民也太不要脸了，就是竟然想踩着我们陈家成名。幸亏这赘婿，好一个王家！夫人莫慌，有夫君在，他们完全不算威胁。想用我的命来立威，那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赘婿，饶命！大哥，你怎么能给军师跪下？你给我闭嘴！跪下了！秦兄，你别听这个狗东西犬吠！你叫我什么？我们若是没有交手，你叫我一声秦兄，我不挑你理。但现在你跪在我面前，生死尽在我一念之间。你说，你该叫我什么？爷，秦爷，哥，还算你有几分眼力见啊！秦爷，今日完全就是个误会，要不就这么算了吧？算了啊，对，之前我是被王明那个狗东西给坑了，才会对你不敬。我让你起来了吗？秦爷要是想让我跪，那我就多跪一会儿。算了，不用了。陈家赘婿，你别得意，等我离开这里去找洛神宗的圣子啊！陈洛洛可是他看上的女人，现在被你截胡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。到时候看你怎么死！我看你啊，还是躺着比较好。什么？我这人没这么好说话，敢来陈家闹事，要么在陈家跪着，要么在陈家死。现在到你们了。你竟敢杀了我大哥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跪着，我也跪好了。你们跪什么？你们可是王家弟子，怎么能跪一个赘婿？闭嘴！王涛大哥说的对，你他妈就是个祸害！
害了特哥还不够，还要来害我们！夫君，他们怎么处置啊？不入流的货色而已，杀了他们都是浪费时间。夫君，那他呢？这一切祸端都是他引起的，不弄死他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杀王家一个儿子，还他们一个儿子，就算是给他们的回报了。夫君，你好坏！不过是用他们想对我的方式还施彼身罢了。滚吧！赘婿，你等着吧，我王家背后可是神霄宫，很快就是你的死期。夫君，王明的话不无道理。神霄宫本就看好王腾，现在你把他杀了，神霄宫会不会来问罪？是啊，夫君，神霄宫圣女是金丹境修为，如果她来为王家出头，我们会不会有麻烦？无妨。检测到人生选择节点，选择1，立刻逃离，当个缩头乌龟；选择2，神霄宫圣女2日后抵达，宿主获取反击，奖励元婴期修为30脑神丸1枚。好一个陈家赘婿，竟敢如此心狠手辣，绝对不能这么算了。腾儿是我王家的未来，如今被这个赘婿所杀，不灭他全族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对，一定不能放过他。他不死，以后我们王家如何立足啊？陈家赘婿必须死。不过他能斩杀腾儿，可见他实力不弱呀。言之有理。仇要报，但我们王家不能首当其冲，不做无谓的牺牲，那就借刀杀人。陈家女是洛神宗圣子云飞看上的女人，现在陈家女和陈家赘婿勾搭成奸，这事云飞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还有神霄宫，神霄宫公主特别看重腾儿，想用腾儿的雷灵来驱散神霄宫圣女的反噬。如今腾儿死了，他的计划也就破灭了。他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陈家赘婿。就这么干，我就不信两大宗门的圣子圣女还拿不下一个区区的赘婿。赘婿，多亏了你呀，否则我陈家今日说不定就被王家给灭了。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你可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！是啊，女婿，现在你可是我们卿卿落落的夫君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和我们计较啊！哎呀，看在青青和洛洛的份上，以前的事就这么过去吧。哎呀，好，那以后咱们陈家就靠你了，有你在，我相信咱们陈家定能蒸蒸日上。陈家赘婿，滚出来受死！夫君，是洛神宗圣子云飞。一个圣子而已，不用这么惊慌。正好，这2天我也有了小小突破，正好试试这所谓的圣子到底是什么水。夫君，这是神霄宫的圣女，这下麻烦大了。没想到他们2个会一起来。谢公果然牛逼，说了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的宠妃吗？怎么看起来恨不得活剐了我？陈家赘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夫君，此人是洛神宗的圣子，之前就一直对我心怀不轨，让我做洛神宗的圣女，就是因为他想用我的身子做养料，帮他修行。既然这样，那今天我就废了他。夫君，云飞可是金丹护旗，实力极为强大。我的本领你还不清楚吗？都跟了我几天了，还对我没有信心？那夫君想怎么惩罚人家啊？就罚你今晚独守空房。不行的，夫君，没有姐姐，我一个人撑不住的。混蛋，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，当我不存在是吗？对啊，你什么档次啊？敢跟我要存在感？放肆！我堂堂洛神宗圣子，年轻一代盖世天骄，区区一个陈家赘婿也敢跟我叫板？叫板？你别傻了，你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想法？我这人没这么好说话。对于惦记我的女人，我没心思看你装逼。我的想法就一个，
那就是弄死。嚣张的人我见的不少，但像你这么嚣张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赘婿，你取死有道。废话。不是啊，说好秦家废柴，陈家赘婿，怎么会这么强？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惦记我的女人，那就弄死你！夫君，这云飞不比王家王腾。王腾虽然有天赋，但终究还不是神霄宫的人，杀了也就杀了。是啊，夫君，云飞可是洛神宗圣子，如果杀了他，会有麻烦的。不错，虽然你很强，但终究还只是金丹境。仙门之中，元婴强者的长老比比皆是，你若杀了他，会有大麻烦。这女人不像好人啊！不好，她是我夫君来。学校，你别装了，王腾死了，你来我陈家不也是来问罪来了？对啊，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你不就是要找我夫君算账吗？你们说的没错，没见到他之前，我的确是来问罪的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的是你。不愧是系统翻牌的宠妃啊，够顶了！学校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们抢男人吗？别以为你是圣女就可以肆意妄为。哎呀，一见钟情这种事怎么能说抢呢？夫君，你洛洛、青青，难道你们还想声嘶力竭？那夫君今晚可就不会留情了。不用了。夫君，学校姐姐前些年遭遇了雷劫反噬，她更需要你。对，她更需要你。你到底说了什么？竟然让陈若冷主动把我推到他的怀里！放开我！哎呀，别矜持了，就算你是圣女，也扛不住体内蠢蠢欲动的反噬吧？你不就是看上我的雷霆力量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当然，而且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，你体内的反噬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真的？当然，不过我的方式比较特殊，用我的方式，只要一夜能解决你体内的反噬。是什么情况？怎么忽然之间，这两个人态度就发生这么大的转变，甚至把人主动推向我？不对劲，这很不对劲！学小姐姐，你还等什么？夫君可是人间极品，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是啊，今晚我们姐妹已经有空割爱了，学小姐姐可要撑住哦。我他妈受重伤了，你们还在这打情骂俏，该死了！陈家赘婿，今日之仇我记住了。你不开口，我都差点把你忘了。本来我是想弄死你的，不过我现在高兴，就饶你一命。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这死罪能免，活罪难逃。你就跟王明做姐妹去吧。你什么你？你现在还只是不能当男人，再多逼逼一句，我让你做不了人。你就这么废了他，不怕洛神宗震怒吗？你若是不来，我还有点怕，但是现在你来了，他们不做。三尸脑神丸，有点意思。哎呦，真狠啊！我不完整了，我彻底废了。区区一个赘婿，敢如此羞辱我宗圣子，此仇不报，老夫誓不为人。师尊，我要他死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好过。你所体会的痛苦，我会让他加倍偿还。去，将秦家人都抓住，带去陈家，当着他的面，我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是。你们怎么还有心思喝茶？你们男人都要爬上别的女人床了。就是，你说说你们俩，我陈家赘婿都要被别人勾引走了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不会的，以夫君的能耐，
他不可能只属于一个女人的。是啊，母亲，这事你就别操心了，反正有夫君在，咱们陈家就等着起飞吧。我巴不得多给夫君找几个女人，这样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陈家赘婿何在？我终于知道陈洛洛为什么会这么直接把我推向你了。放心，以后啊，我会给你们多找几个姐妹。陈家赘婿何在？父亲，是罗神宗的二长老，是元婴期的老怪，想不到他们来的这么快。嗨，区区元婴期二，正好用他的命来替我扬名。陈家赘婿，谁惹谁死。陈家赘婿的，给我滚出来！啊，洛洛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是元婴长老啊！爹，你放心，有秦郎在，一定没事的。我不是不相信女婿，只是他昨天才是金丹，怎么也不可能是元婴的对手啊！父亲不必担心，你也说了那是昨日，今日秦郎杀个元婴，轻而易举。好，你们加油啊！嘿嘿嘿。愚昧，修行何等艰难，多少人穷极一生都难破先天之境。你当那赘婿是大地仙人之姿，还一日元婴，你怎么一日元婴很难吗？仙人之姿，不巧我刚刚宰了一个。父亲，你元婴了？那是自然，有我在，陈家无需任何担忧。好你个嚣张的赘婿，怪不得如此猖狂，连我洛神宗圣子都敢欺辱。原来是元婴境，不过你嚣张过头了。即便同是元婴境，也是天差地别。哼，我200年前成婴，纵横天地，岂是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能比的？识相的，现在就跪下，引颈受禄，不然……哎，停，你先别废话。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抬头说话，所以你给我跪下。这就舒服多了。有什么话你可以继续说了。年轻人，你别嚣张，对我出手，你想过有什么后果吗？后果就是我站着你跪着，当然等会儿你要躺着。你敢？我可是洛神宗长老，圣子我都废了，还在乎你一个长老？赘婿，你别冲动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有底牌的。底牌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你们秦家一家3口都被我师兄给抓了，识相的你就自负请罪，你也不想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吧？现在你的父母和兄弟都在我手上，你也不想他们惨死在你面前吧？陈家赘婿能打又怎么样啊？出来混那可是要看背景的，洛神宗要你跪着，你就不能趴着，否则……你还敢笑？难道你不信我的话？本来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，没想到你给我个惊喜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等他们来。大长老饶命啊！大长老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是啊，这跟我都没关系啊。来得好，你们欠我，今天一块清算。老大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再不来，我要被这陈家赘婿你欺负死了。老二，不是我说你一个元婴期，现在却跪在这里，我们洛神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老大，别这么嚣张，等会儿……怪不得敢在老夫面前嚣张，原来已经是元婴修为啊！不过可惜，在我面前是龙，你得给我盘着；是虎，你得给我卧着。陈家赘婿，看看他们，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？怎么说？我觉得那就宰吧。用他们来威胁我，也亏你们想得出来。3年前我母亲去世，她招来的上门女婿就露出了獠牙。3年前我母亲去世，她招来的上门女婿就露出了獠牙，不仅把她豢养在外的女人和野种接回秦家，还反客为主，把秦家据为己有，对我这个秦家少爷百般羞辱。爹，大哥抱着灵位跪在这儿，该不会对你的安排有意见吧？小野种，我早就忍你很久了，要不是为了你们秦家这点家产，老子会忍气吞声上门做你们秦家的上门女婿，还给你装了10几年的慈父。你母亲已经死了3年了，
老子的亲生儿子和小妾也都接回来了，你不是看不起我这个上门女婿吗？那今天老子就把你送去陈家做上门女婿。哎呦，老爷，别为了这小畜生生气，给他点教训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宰了？是啊，如果你觉得不过瘾，可以分18块，千刀万剐都可以啊！这到底是个什么混账？要宰了自己家人不算，还想弄得这块那块，这是个狠人啊！两位，难道你们就没有做过背调吗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夫君就是秦家的弃子吗？对，秦家有眼无珠，视我夫君如草木，这样的人，你觉得我夫君会在意吗？逆子，你这个逆子说的什么话？我就说好好的，我们怎么会被大长老针对？原来是你惹的祸端。好呀，原来是你这个小畜生，还不快点给大长老和二长老跪下赎罪！你这个废物，真是个扫把星，克死了你娘还不够，现在还给我们惹祸，快点认罪服诛！要是影响到了我们，这辈子都别想拿到你娘的骨灰！你们好大的脸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在我夫君面前颐指气使，真当我夫君还是你们秦家的弃子吗？辱我夫君，罪该万死！是怎么回事？他来陈家不是做赘婿的吗？怎么看样子像是当家做主的？只要他还是你儿子，那就别想翻天。秦牧阳，你不想要你娘的骨灰了吗？今天你要是不听话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别以为有点本事你就想翻天，只要你还是秦家子，就得一辈子给我受着。罗罗，动手！我的儿啊！无双，我的儿啊！畜生，这是你亲弟弟，你竟然痛下杀手！小畜生，你杀我儿子，我要跟你拼命！这，你看，灭了你们，我夺回秦家，比你们在这逼逼赖赖省事多了。牧阳，我可是你爹，爹将我母亲毒害，带着自己的野种和外室登堂入室的老畜生，也敢说是我爹？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贱人和你的儿子，那我就做个好事，送你团圆。早主误我呀！这他妈本就是死仇，他怎么想到让我们用他的仇人来威胁他？你也别站着了，我这人不喜欢抬头说话。大胆，陈家赘婿，你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？我可是元婴长老，我……废话真多。看吧，让你别装，现在傻了吗？你怎么不说清楚？这赘婿这么强，要是知道他有这手段，我又怎么会那样去说？这他妈哪里是赘婿啊，这简直是杀神呐！哎呀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连这一家3口都躺得整整齐齐，咱们应该看看怎么做才能让这煞星放过我们。想活吗？想。看看所谓洛神宗的长老，也不过如此，他们也怕死了。想活可以，但是你们2个只能活1个。至于你们谁活谁死，那就看你们的手段。老大，千万不能听他挑唆，他这是想看我们自相残杀。等会儿我们一起出手，我就不信咱们2个打不过他1个。不错，咱们俩从修行到元婴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啊？来，我们一起出手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赘婿。赘婿啊，别嚣张！今日我们兄弟2人2打1，优势在我。你他妈哪有去？老大，别怪我，你也听了，咱们2个只能活1个。你别你了，放心吧，入侵运我养着，你安心的吃。秦公子，你看他已经死了，我能活了吧？你干得不错。只要秦公子开心，我怎么做都可以。很好，你很聪明。
那你吃下这个。我很喜欢你背后捅兄弟的性格，而且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和洛神宗的宗主成为好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秦公子，这不好吧？那可是我们洛神宗的宗主啊，卧堂的元婴长老。秦公子看人看得真准，只要秦公子需要，宗主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，那就回去等着吧。用不了太久，我会亲自登门洛神宗。好，这就走。我就说我女婿行。夫君，你真的要去洛神宗门吗？那到底是仙门？洛神宗宗主已经是化神境了。是啊，夫君，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突破到了元婴境，可是元婴和化神……放心，洛神宗我会去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就看下次选择节点什么时候到。那就好，再有几日，我师尊就要出关了，到时我师尊突破到化神境，有我师尊护着，倒也不用惧怕洛神宗。不用了，这些日子只需要我再努力，勤加修炼，我再提升一下，不是难事。检测到人生选择节点，选择1摆烂等待仇敌上门，选择2前往神霄宫帮助神霄宫公主李苍兰突破。玄霄，我们去神霄宫吧，现在就去。这么着急吗？你师尊需要我。宗主呀，这波您失算了呀！那赘婿本就和秦家水火不容，若非大长老舍生就义，我都没法活着回来见你了。宗主呀，这波您失算了呀！那赘婿本就和秦家水火不容，若非大长老舍生就义，我都没法活着回来见你了。是我害了大长老丢失性命，没想到陈家赘婿竟然有如此高的修为。不过你就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即便他现在有了元婴的修为，在我面前他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不行，我的小命现在掌握在那赘婿手里，宗主如果去弄他，以他的心狠手辣，绝对第一时间弄死我。宗主，万万不可呀！二长老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你就不想复仇？那怎么会呢？我连做梦都想弄死那陈家赘婿。不过相比报仇，我认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何事？宗主，你想啊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神霄宫。要是神霄宫的女人突破化神，那您在仙门中的地位就又受到了威胁啊。你说的不错。现在李苍兰那个女人正在闭关突破，绝对不能让她成功。启禀宗主，王家家主王雄登门求见。我说这几日怎么联系不上公主大人？原来是在这里突破呀！王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谁让你来的？我儿都被人杀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那赘婿杀了我儿子，我找到你，你却不管不顾。我已经派玄霄去解决这件事情了。玄霄，那个贱人更该死！说是替我儿子报仇，结果却成了那个赘婿的女人。不可能！若非如此，我怎会到这里来？既然你们神霄宫不愿意替我报仇，那我就自己来。听闻公主大人天生神骨，若与你诞下一子嗣，那岂不是天生神力？公主大人，你一向看好我儿，既然不能为他报仇，那就跟我一起为他生下一个弟弟吧。你敢？现在正是你突破的关键期，我要怎么做，你能怎样？你敢碰我？你没想过后果吗？后果？你觉得我背后没有人支持，我敢一个人来这里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宗主大人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区区陈家赘婿，我们宗主杀他易如反掌。不过什么？想要我们替你报仇的话，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。等我拿下你，洛神宗就让我成为神霄宫的主人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我掌中的玩物，
你还能翻得起什么风浪？即便是死，我也不能被你羞辱。慢着！哪来的混账东西，找死！陈家赘婿，秦牧阳。好一个陈家赘婿，杀我儿王腾，还有胆在老夫面前出现！哦，原来又一个王家人，你们真是蛇鼠一窝，没一个好东西。牙尖嘴利，希望你等下死在老夫手上的时候，还能如此嚣张。一把年纪了，别这么气盛好不好？免得你啊一不小心就交代在这里了。你区区一个金丹修为，也敢如此叫嚣，给我死！小心！你这是什么手段？老东西，虽然你色胆包天，但架不住我宅心仁厚啊，所以我决定饶你。真的？当然，不过我这儿有一个很不错的主意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你和王明不适合做父子，更适合做姐妹。你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呀！滚吧，一把年纪了，接下来的事情不太适合你。麻烦既然解决了，接下来啊，轮到咱俩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刚躲过虎穴，又进了狼窝吧？你突破被扰，修为受损，如果不能及时弥补的话，你这辈子突破化身无望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先天雷体，又有神龙血脉，所以我能帮你处理你的问题。先天雷体，神龙血脉。现在应该相信我没有骗你。至于怎么做，就看你自己了。郎君，且怜惜。放心吧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。完了完了，我师尊现在下来轻了，一心只有修行，根本无心男女之事。上一次有一个元婴散修，就是调戏了他一下，结果他追了人家3天3夜，整整砍了71刀。照你这么说，夫君现在岂不是很危险？是啊，他都出去了1天1夜还没回来，该不会……你别乱说，夫君一直都很强，说不定你师尊现在正在夫君怀。秦朗，我真的不行了，实在不行，我把仙儿给你喊来吧。大背同眠也不错啊。秦朗，可不可以不要啊？怎么说我都是师傅，这要是面对面，属实是太难为情了。算了，毕竟才刚拿下，这事儿还是以后再说。检测到人生选择节点，选择1，留在神霄宫；选择2，前往百花楼解救百花楼圣女。这么说的话，这百花楼看来是非去不可。以我现在化神期的修为，去也不是不可以。夫君啊，你要去百花楼？不错，我去啊，给你再带几个姐妹回来。我听说里面个个貌美如花，尤其是楼主更是风韵无双，就是不知夫君能不能拿下她。你和她关系很好？我们是针尖对麦芒。那你怎么……就是因为我们不和，所以我倒想看看那个自诩清高的女人是怎么被夫君征服的。天青宗真的是欺人太甚，居然把我们百花楼当成他们的寻欢作乐之地，还把我们的弟子当成他们修炼的鼎炉。还是先逃过眼前再说吧，要是被他们追上就麻烦了。只要我们回到百花楼，告诉楼主，到那个时候再找他们算账也不迟。往哪儿跑？你们是本圣子的猎物，好了你们，我还拿什么招待云圣子？云飞兄，这3位个个都是极品，是百花楼现任的3位圣女，原本是我留着当猎物用的，今日便多送你了。不用了，本圣子啊，对这种庸脂俗粉没兴趣。啊，云飞兄，这几日不见，你品味这么高了吗？你该不会如传闻中所言，云飞兄你对女人不感兴趣了吧？
你闭嘴！本圣子一心修炼，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而已。这几个女人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原来如此，那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？我差点以为你被人家背了，性取向都改了。你既然云飞兄对你们不感兴趣，那么只好本圣子亲自动手了。今晚我会好好享用3位百花楼圣女。这里是百花楼的地界，你如果敢胡来，等我们楼主到来，你如何交代？交代？这么多年了，好久没人敢跟我要交代了。启灯仙，好歹我们百花楼也是4大仙门之一，你真的敢撕破脸？撕破脸？你们觉得你们自己配吗？你们百花楼不过是我的后花园而已，是我的选妃之地。如果你们连这点价值都没有了，那么我早就把你们灭了。你们也有脸在这说撕破脸？好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是你们自己过来，还是本圣子亲自动手啊？我们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羞辱我们。不错，即便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好，反抗点好啊，要不然跟那些个青楼女子没什么区别了。云飞兄，我今日刚好有所感悟，已经是元婴中期修为了，正好今日让你看看我是如何征服这3位圣女的。你随意，不要让本圣子等太久了。放心，拿下他们反手之间。现在还有谁能来救你们？你们现在的性命都在我的一念之间。听话点儿，把本圣子伺候好了，或许还能饶你们一命。否则，我不介意把你们百花楼变成这仙界的青楼。你不得好死！这里是天青宗的地盘，我想怎么嚣张就怎么嚣张，谁敢管我？又有谁敢招惹我？我们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沦为你的玩物。不知好歹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想死也不行。那就从你们3个开始，把百花楼变成人尽可夫的继子。这么说的，天青宗的人这么猖狂，有没有问过我这个陈家赘婿？秦牧阳，一个赘婿也敢当名头来招摇撞市了？你好大胆子，敢管我的事？你当真不怕死？我怕不怕关你什么事啊？再说了，说的好像你能杀死我，他们现在是属于我的女人了。你在挑衅我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在通知你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就宰了你。大胆，敢这么跟我们圣子说话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，敢跟我们圣子叫板。现在你见到了。赘婿，你真的要与我为敌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？你什么意思？与我为敌，你也配？这人好生恐怖啊，好霸道的男人，一言不合就开打。你俩先别急着发骚了，难道你们不该为他担忧吗？他这么折辱启灯仙，你们觉得他还能活着吗？这个陈家赘婿一如既往的嚣张，还有这狗东西之前还想嘲讽我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们把你拉下水了。齐兄，秦牧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对齐兄下如此重手！齐兄是何等人物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登仙兄，此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打的是你吗？他打的是你们整个天青宗的脸。陈家赘婿，你惹到我了！你们这群货色就只会这一句话吗？啊，我惹你怎么了？你敢如何？你又能如何？对，就这样闹起来，最好把七灯仙这王八蛋的命根子也给废了。显着你是吧？就你这点心思，还学人家挑拨离间，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我没有，你别胡说啊！你做这么多，
不就是为了让齐登仙跟你当姐妹吗？这点事情还需要挑拨离间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要废他，反手之间。你在装什么？这是天青宗的地盘，我就不信你敢动我！那就如你所愿。你真的以为我会在意天青宗，反而不敢动你吗？你一个赘婿而已，除非有吞天之胆，否则……他居然把齐登仙给劈了！我刚才以为他敢动手打人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那只是开胃菜。我好像要爱上他了。你别发骚，杀你根本不需要吞天之胆，我动动手指，反手之间就行了。放心，这点伤他还死不了。你不一直想有个姐妹吗？现在如你所愿了。这个混蛋，他怎么就把我心里话给说出来了呢？恭喜你，又多了一个好姐妹。其他人滚吧，3息之内若还敢在这里，我让你们一起做姐妹。哎，按照流程，你们3位是不是该以身相许了？哇，怪不得天青宗的孙子这么惦记他了，这3个简直就是妖精。荒唐，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这个师尊说一声，而是跟一个野男人滚到了一块儿，而且还是3个人爬上了一个男人的床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怎样的男人这么有魅力。检搜到人伤选择节点，选择1，坐以待毙，等待金小玉上门反杀；选择2，绝地反击，奖励渡劫期修为，黯然销户长。无耻淫贼，拿命来！好你个淫贼，竟然敢公然亵渎我百花楼圣女，今日留你不得！说好的宠妃呢？上门不是来要我灵性，而是来要我命啊！你小心点啊！你这一剑要是落错了位置，我敢保证你肯定会遗憾终身的。哼，染的就是你那玩意儿，敢祸害我楼中3位圣女，今日我就断了你的子孙根！师尊，我不许你这么对我夫君。你说什么？师尊，若是你要杀了夫君的话，就连我也一起杀了吧。秋梅，你也要背叛为师？师尊，其实你对夫君有些误会，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3个可能早已成为了齐德仙的玩物了。3女共侍一夫，你们现在就不是玩物吗？哎呀，其实我觉得吧，咱俩没必要搞得剑拔弩张。我这儿倒有个不错的小建议。你最好是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。我的建议就是，你也做我的女人。我的建议就是，你也做我的女人。他竟然就这么抱住了我！天哪，还是在我3个徒弟面前，还有他的话，他怎么能说出这么霸道的话？我徒弟还在啊！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我已经是化神境了，就算你真想杀我，你也做不到。你放开我！这个登徒子当着我徒弟的面调戏我，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待他？夫君也太霸道了。我觉得我们以后恐怕和师尊要多一重身份了。你是说……快放开我！再不放手，我不客气了。完了，在徒弟面前丢尽脸面，我分明是来找这个登徒子算账的，怎么还把自己陷进去了？我们的事等会儿再说。总之，我会让你乖乖同意的。不可能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答应你的。那要是我护你百花楼无恙呢？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件事情天青宗会善罢？金镶玉那贱人，我几次对他暗示，他都熟视无睹。如今掌门那老东西闭关，我现在是代掌门，我倒要看看这贱人这次怎么逃出我的手心儿的。爹爹，爹爹，你要为人家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陈家那个赘婿，他为了百花楼的3个贱货，把人家的命根子给废了，人家现在不是男人了。
没用的，这是彻底废了，已经烤熟了，就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救不回来了。这是那赘婿惯用的手段，依附我洛神宗的王家，他们的儿子就是被这样废掉的。好歹德行，我儿不过是想要几个女人罢了，他竟然敢废了我儿子！我儿放心，为父这就去替你讨个公道。秦牧阳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我就不信化神境的老怪物出手，你还能金镶玉，赶紧把你那3个弟子交出来，不然今日便让你百花楼消失。齐苍梧，你儿子是咎由自取，若非他心怀歹念，又怎么会落得如今的下场？即便是我儿有错，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制裁的。金镶玉，赶紧把你的弟子和陈家赘婿交出来，我还可以饶你百花楼不灭。这几年天青宗越发肆无忌惮，把我百花楼的弟子当作奴隶，更有甚者，直接把我的弟子丢到凡间的青楼。为了能在这修仙界中生存，我忍气吞声，可现在他们却变本加厉，也不知道那混蛋说的是真是假。那要是我护你百花楼无，也不知道那混蛋说的是真是假。那要是我护你百花楼无恙呢？什么意思？是谁伤的我儿？给我滚出来！答应做我的女人，我替你灭了她，把你百花楼这几年的屈辱全都讨回来。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你能是来人的对手？那可是启登仙的福气，天青宗的大长老。那又如何？敢打你的主意，注定有来无回。现在只能靠你了，希望你没有骗我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你是教人，还是看着这百花楼覆灭？我耐心有限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要么教人，要么等死。这2个结果我都不要。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！你们天青宗这些年将我百花楼视作凡间的青楼，肆意凌辱，将我百花楼的弟子当作玩物。我早就想向你讨个公道。公道？一个区区化神境初期，想要什么公道？你弱小就是原罪，你没有实力，就没有公道。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，有苦你得给我守着，有屈你得憋着。金镶玉，你到底要如何选择？那个坏蛋怎么还不出手？夫君，为何还不出手？不急，现在出手，哪还有盖世英雄从天而降的感觉？没有这种套路，你师尊还怎么对我以身相许？等你师尊开口，我自然会出手。你们不觉得让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控的时候出手会更有意思吗？现在你还有一个选择。听说你是花灵转世，修得一身天地精华，你若是愿意做我的炉鼎，那我可以大发慈悲，放过你们百花楼。你休想！你这给脸不要脸的贱！既然你自视清高，那我就把你拉下泥土。相信这百花楼主座悬赏，肯定有很多修行的人愿意给我天青宗卖命。哈哈哈哈哈！混蛋！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要被抢走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人自然由我来护着，谁敢伸手，我直接剁！混蛋！你就非要看我这么狼狈才肯出手吗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这位道友，这事儿是我们天青宗和百花楼的事儿，烦请这位道友不要插手。哎，不对吧？你不是在找伤害你儿子的人吗？你就是那个赘婿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一个区区的赘婿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做出如此盗粉天罡的事情？哎，
连我儿子也敢动。哎，不，你误会了，一个废物而已，我动了也就动了，而且不需要谁给我胆子，就连你也得给我跪着。你也是化神？该死，这逆子只是告诉我对方是个赘婿，可没说这赘婿是个化神啊！谁家好人都化神起来，还顶着个赘婿的名头行走修行界，这他妈不是坑人吗？说的不错，我就是化神，而且是能随手镇压你的化神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觉得我一掌就能拍死你。小子，你别太嚣张。小子，你太嚣张了！巧了，我一直这么嚣张，看不惯我，出手啊！师尊，别怕，有夫君在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那是你的夫君。师尊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你看你那眼神，早就把你出卖了。是啊，师尊，昨日我们第一次见他，也是这眼神。我也从未见过任何男子能如他这般肆意横行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没？要不出手试试？你触怒我，可知道是什么后果？来啊，告诉我是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吧。你什么你啊你个老东西，一把年纪了啊，肆无忌惮废你儿子怎么了？你以为我会把你放眼里啊？陈家赘婿，你也太嚣张了，做事没有规矩，一言不合就杀人，你和妖魔有什么区别？哎呀，在这儿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你的规矩在我这儿行不通。好，你一个陈家赘婿，够嚣张，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嚣张下去。走，等等，谁让你走？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这就受不了了啊！你肆无忌惮戏弄百花楼弟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仗势欺人？赘婿，你逼良为娼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欺人太甚？我纵子行凶仗势欺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欺人太甚？受不了了，想动手，来试试。这赘婿一直在逼我出手，他一定是有后招。今日之辱，我必须先忍下。滚吧，老东西！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回去让你天青宗的人上下都给我跪好。来日，百花楼的账我会亲自登门拜访。来日，百花楼的账我会亲自登门拜访。好得很。你若胆敢上我天青宗，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夫君，你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，你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我们百花楼。这么些年以来，我们都被天青宗欺负怕了，多亏了你出手相助。你们先别忙着争宠了，夫君刚刚出手，现在肯定很累，我们先带夫君去放松放松。好。这混蛋虽然浪荡，但刚才做的事真的让我无以为报。这么多年，我这个楼主没能护住百花楼弟子，他给护住了，而且还帮我出了一口恶气。其实从了他似乎也不错。怎么样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刚才替你出气，还满意吗？
如果不满意，我就带你去天青宗，让天青宗除名。你疯了！天青宗再怎么说也是仙门，是你说能除名就能除名的。只是那个老匹夫的话，不足为虑。齐苍梧只是天青宗的大长老，天青宗真正的宗主已经闭死关，在冲击化神之后的境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的确有点难搞。除非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只要你答应我之前说过的，做我的女人，那这样的话，天青宗不足为虑。怎么，想用这样的方式骗取我的信任？开始你们的表演吧。金丹，你们都破镜了。师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想想，你要是跟父亲在一起了，以后我们不仅是姐妹。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所以，师尊你该怎么做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答应你，我们现在就去洞房。夫君，良宵苦短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小心我淹了你。如你所愿。夫君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要不我把笑笑和之梦找过来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住了。没想到你还喜欢玩反差，之前有多抗拒，刚才就有多主动。那李苍兰都能做你的女人，我当然不能输给她。这么说，之梦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李苍兰的事？我自然不能落于人后。这么说，你是因为李苍兰才和我在一起的？早在你挡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心动了。尤其是看你为我出气，对齐苍梧大打出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不错，这么说才不枉我之前那么卖力。好了，你先去巩固一下修为，方才修炼我有所感悟，说不定趁着这次可以突破到渡劫期。真的？嗯。好。黯然销户，这是必杀技，看来是时候去一趟天青宗了。逆子，你是不是想弄死老子，好取代我的掌门之位？爹爹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啊？人家只不过是想让你为人家出口气，弄死一个赘婿而已。我怎么可能害你？你好过分哦！人家只不过是想让你帮人家出口气，你却拿我来出气。逆子，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不男不女的，还有脸在这跟我说话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岂能被那个赘婿所羞辱？爹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不过一个元婴，他怎么敢来羞辱您呢？元婴？狗屁元婴！他是化神，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该死！那陈家赘婿怎么可能是化神？当初他分明只是金丹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提升了这么多？难道他一直是扮猪吃老虎？这还不算，他扬言要来我们天青宗为百花楼讨公道，你说到时候该怎么办？爹爹，他来的正好，别忘了咱们宗门还有个掌门呢。你是说莫天晴？爹爹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机会啊！
怎么说？莫天清闭关之前就是化神大圆满，这一次他闭关，要是真的突破了，那以后爹爹想坐稳掌门的位置，那就更难了嘛。要是别的时候，咱们把他请出来，他肯定会迁怒我们。要是那赘婿真的来了，你把他搬出来，他也不会说什么的。有道理。不止如此，要是他和那赘婿做的两败俱伤，那不是爹爹您的机会吗？那不就是爹爹您的机会吗？直接，说的有道理。若真是如此，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。看来色令智昏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。你那玩意儿没了，脑子倒变聪明了。哎呀，讨厌！打吧，打吧，希望你们和那个赘婿都打得两败俱伤，到时候就是我洛神宗的机会了。掌门，不好了！山头外来了个毛头小子，还带着百花楼的几人，声称要讨要一个公道，很多弟子都被他打败了，跪在山门之前。什么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！既然来了，那我就让他这次有来无回。夫君，这样会不会太张扬了？别怕，既然咱有这个实力，就得这么干。既然得给你讨公道，我就是要声势浩大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秦牧阳的女人，他们惹不起。夫君，这样会不会太嚣张了？既然咱有这个实力，就得这么干。既然得给你讨公道，我就是要声势浩大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秦牧阳的女人，他们惹不起。我这个陈家赘婿，他们也惹不起。老子数到3，天青宗的弟子还有站着的，给我死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掌门可是化神境强者，你再不退下，死路一条！哎呀，这还真是一展销户啊！赘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老娘，秦牧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伤了我，还敢来我天青宗闹事！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你别这么说话，你连性别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跟我？闭嘴！陈家赘婿，你当真要与我鱼死网破？不是鱼死网破，你连跟我鱼死网破的资格都没有。不是鱼死网破，你连跟我鱼死网破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早就说过，让你们洗干净脖子，今天跪好。我来可不是跟你们鱼死网破的，而是来讨公道的。你还没有资格跟我鱼死网破。黄口小儿，你找死！别废话了，赶紧出手吧！像你这种货色，我杀你只需要1掌，1掌不行，我认你。夫君，没事，我有分寸。赘婿，可笑！你真当你无敌了吗？你以为你是渡劫期的陆地神仙吗？今日我确实有一点点小的突破，不小心就突破到了渡劫期。什么？现在清楚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昨日还是化神，今天就成了渡劫。该死，他竟然也是渡劫期。今日这天青宗怕是保不住了，我得尽快脱身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杀你我还用不到渡劫的力量，我只用化神期的功力就行了。1掌不行的话，任你处置。当真？那是自然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掌有什么玄机。
花里赘婿，可笑！你的死期到了。夫君，哎，别急，天欲让其亡，必让其疯狂，让他最后一次好好笑笑。姐姐你怎么样？你死了，人家可怎么办啊？你这也不行，我随便一掌你都扛不住。你说你拿什么跟我拼？你这掌叫什么名字？黯然销户掌，一掌出必定销户。你醒醒啊，爹爹！出来吧，别浪费我时间了。等我清理完天青宗，我还得去洛神宗一趟。就是他！这位道友，我们之间没有恩怨，为何要对我天青宗赶尽杀绝？叫我什么？前辈，请你手下留情。我们天青宗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触怒了您？这才对吧？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不过我不接受。哎呀，你求饶没用，不接受。我眼中只有朋友和死。既然做不成朋友，那只能做个死。你太嚣张了！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如此羞辱我，我好歹也是天青宗的掌门，是一方仙门之主。你这样做，你不怕仙门不容？仙门？不好意思，你口中的四大仙门，神霄宗宗主是我的女人，百花楼楼主是我的女人，洛神宗圣子被我废了，他们连屁都不敢放。现在就连你们天青宗也马上被我除名了，这样的仙门很牛逼吗？莫天青，你可还记得当年对我师尊做过的事情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你不承认，但我记得，当年你要与我师尊结成道侣，他不同意，你便断了他的经脉，将他凌辱致死。今日也该报仇了吧？夫君，杀了他，将天青宗除名。你是陈家赘婿，你为一个女人与我为敌，这样做你值得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？你什么档次？你敢跟我的女人相比啊？今天一个算一个，我让你们天青宗为之前做过的事情赎罪。饶我一命！我是化神后期，只差一步，我就能突破渡劫期。我可以做你的狗。你不是和洛神宗有仇吗？我可以去帮你灭了他，灭了洛神宗。哎，不必了，我不喜欢，只喜欢骑马。夫君，云飞和齐登仙两人不知为何跑了，你的天雷没有劈中他们，可惜了，他们一定是用了什么秘法。我看定是夫君故意放水，放他们走的。哎呀，我这后面还有一大出戏要演呢，现在就让他们死，那以后还怎么演？既然麻烦都解决了，是时候带你们去见见其他姐妹了。想不到夫君这么猛，不仅拿下了百花楼的圣女，居然还打败了天星宗。他们几个修为都比我们强，你们说夫君会不会嫌弃我们？怕什么？我们可是有师尊的，而且他们3个，我们4个，怕什么？我们可是有师尊的，而且他们3个，我们4个，优势在我。你们2个是姐妹，我和师尊是师徒，即便是争宠，他们3个也争不过我们。有道理，可是夫君这么强，我们真的承受得了吗？好了，夫君还没回来，你们倒先担忧起来。以我对夫君的了解，他绝不是那种厚此薄彼之人。不过可惜了，他只拿下了百花楼的圣女，没有拿下百花楼的楼主。师尊，这有什么好可惜的？要是他们也师徒一体，到时候我们可就争不过了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跟那女人较了半辈子劲，总要跟她一决高下。
姐姐说的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夫人说的，当然是在有我的战场上。系统检测到洛神宗勾结魔族，要进攻大前王朝，请宿主帮助大前女帝守护国家，奖励封神境修为，奖励功法龙神变。洛神宗，没想到我还没去上门，他们倒自己先动起来了。正好解决了他们，这大前内就再也没有麻烦，应该也能让我轻松一段时间。回来一定和你们好好分个高下。倚天，要我看，咱们还是投降算了。那魔族本来就骁勇善战，战力是我们大前的好几倍，现在又有洛神宗参与进去，打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啊！是啊，陛下，再打下去只会徒增我们的伤亡。那魔族魔主麾下不知道从哪冒出来几个不男不女的家伙，那一手绣花针玩的是出神入化，我们的人根本就扛不住啊！这城外横尸遍野，你身为守城将军，竟然一不沾血，难不成这身铠甲也是为了避免染尘才穿的吗？陛下，臣绝对不是贪生怕死，只是这实在是没法打。之前我们和魔族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还有4大仙门的人来助阵，所以我们自然不惧魔族。但是现在4大仙门的人分崩离析，因为陛下更是连洛神宗都倒戈相向。因为我不错，如今陈家赘婿横空出世，4大仙门都因为他分崩离析，百花楼和神霄谷成了他的选妃地。天青宗被灭，洛神宗也与他为敌。为了对付那赘婿，洛神宗曾送来和亲书，只要倚天你能嫁给他，以皇朝契约助他突破那一关，让他人间封神。但你一意孤行，当场撕毁了和亲书，这才是导致我们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。今日之祸是不是要归罪于你？所以为了我大前的事业，倚天你就嫁。倚天，只要你嫁过去，你就是洛神宗的宗主夫人，我大前定能安然无恙。为了大前社稷，恳请陛下嫁人，恳请陛下嫁人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，怪不得皇叔你今天一直让我来这城墙之上，原来是为了逼宫啊！这么说，那洛神宗宗主是不是许诺于你，只要我嫁过去，你就是这大前之主？的确如此，而且这有什么不好呢？你嫁给绝世强者，我成为大前之主，日后大前有你们庇佑，我大前必定万世永昌啊！我要是不愿呢？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。现在魔族已经整装待发，洛神宗的4个天残之人也在来的路上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必须得过去。今日你没有第二选择，除非那传说中神乎其神的赘婿能从天而降。嘿嘿，不过可惜啊，那赘婿现在刚拿下百花楼的楼主和圣女，现在恐怕正在享受多人之福吧。是啊，这陈家赘婿这么厉害，他要是能帮我，或许眼前的危机就不算什么。是谁在找我？你说的真准，竟然能算出我能从天而降。不过拿我的床地之事说事，我很不喜欢你。这就是陈家赘婿，似乎还不错，也不知他愿不愿意帮我。你就是陈家赘婿？没错，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陈家赘婿。不过还不配说。我单手覆灭化神，反手灭了天青宗，战力还用我自己说。而你一身反骨，勾结他人，想谋取我女人和天下的二五仔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陈家赘婿？骨头这么硬，到现在都不肯说一句服软的话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去死吧！就是你逼迫我的女人嫁给洛神宗那老匹夫。您听错了，
洛神宗那老匹夫什么档次，也敢肖像我们女帝？只有您这样的天之骄子，才配做女帝的男人。说的真好听，不过骨头太软了，我也不喜欢。我以为的麻烦，在他手中如此轻描淡写都能解决，只是他张嘴闭嘴他的女人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真的馋我身子？是了，他受了这么多后宫，现在肯定不会放过我。要是他对我用强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拿什么去抵抗？怎么样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可是你只有一个人，洛神宗宗主和魔族魔主的修为都极为强横，再加上武术魔族，你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们连节哀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一人便是你的天下。好霸道！自我称帝后，还是第一次对一个男人生出这种感觉，这就是被人护着的感觉。大前女帝，时间到了，你到底嫁还是不嫁？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做，看我为你杀。这就是之前吴征口中所说的4人，不男不女，不过一手针法却使得出神入化。想不到当初一时兴起，竟弄出来这么4个玩意儿。我怎么看那是秦牧阳呢？你别乱说，他和那女帝根本没有任何交集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就是他呢，说不定现在还在那群女人床上快活呢。他一定乐不思蜀，他一定快活无边。这个王八蛋，居然毁了老娘一生的幸福。他嚣张不了多久了，等拿下女帝，我师尊就可以突破到极限境界，人间封神，陆地神仙啊！杀他易如反掌啊！倚天，今天你在这儿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他们4个蹦跶了这么久，我也该送他们去死了。你知道他们？他们4个都是我废的，不知道这玩意儿后劲这么大，做不成男人，竟然就做了不男不女的贱人了。放心，我这就送他们去死。陈家赘婿在此，你们4个给我滚过来受死！是他，这真的是他！他怎么能在这里呢？他不应该在百花楼快活吗？怕什么？咱们4个修炼了葵花真经，修为都达到了化神期，就算他真是渡劫，也未必是咱们4个的对手。我要用我的葵花神针把它给穿起来，让他那个东西千疮百孔。这几日不见，你们居然都突破到了化神期啊！这真是令人意外啊！赘婿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以前受的屈辱都会让你100倍奉还。秦牧阳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。你们现在连演都不演了，直接把不是男人几个字写到自己的脸上了。我说的是这个吗？秦牧阳，我说的是实力。够嚣张。不过你要有嚣张的资本才行。告诉我，在我面前你有什么实力？你怎么会这么强？是你太弱了，真以为有点实力就能在我面前蹦跶了？几天不见，是不是忘记了规矩？人家懂，人家懂。金公子不喜欢抬头看人，人家就跪着。这小玩意儿还挺懂事儿呢。你们呢？是我请你们跪下，还是自己跪下来？这才对吧？只有这样，你们才能感受到被我支配的恐惧。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你为敌了。千万不要再放雷了，人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烤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搞得像我好像是什么烤鸡狂魔似的。要杀就杀，骨头太硬，该死。
牧羊哥哥，人家错了。这天青宗的没了，留你也是个祸害，不如我送你下去跟他们一起团聚吧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还有用，我可以告诉你我失踪的宝物。哦，那你说说看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不杀我吗？如果你说的有价值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不杀你。其实我师尊根本就不是联合魔族，而是魔主，就是他的分身。他现在就在融合，等他出关，再借助大秦的气运，就可以一举突破人间极限，达到封神的境界。原来如此，看来那老匹夫确实是罪大恶极啊！对，他就是罪大恶极，他就是一切胡乱的根源啊！放心，他的结果必然是死路一条。不过现在，你可以去死。你说过不杀我的，我只是考虑一下，现在考虑好了，我不答应。没想到洛神宗宗主和魔族魔主竟是同一个人，而且二人都是化神境界。不止化神，他竟然连身份都藏得住，何况是修为？怕是他们早已渡劫，融合之后，估计就是渡劫之后的境界。那怎么办？你会管我吗？当然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得了你。想不到你说的有我在，竟然是这个！我堂堂女帝，竟然就这样被你骗到手里了。男欢女爱，怎么能说是骗呢？况且你刚才不是很主动吗？你要高高在上，维持你女帝的尊严。好了，现在你是我的女人，那一切都由我。系统，接下来到你了。不知道洛神宗的老匹夫知道以后会不会气死？是谁？该死！我只差这最后一步，只要融合了大千气运，我便能一步封神。而现在，这一切都毁于一旦。不管是谁敢动我的东西，就用你的命来偿还。众弟子听令，今夜我们杀进城去，一个不留。我操！怎么是这小子？难道铁骨铮铮今天又要下黑手了？义父，这就是陈家赘婿。原来是你这个小畜生！早知今日，当初说什么都先弄死你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这打架之前打嘴炮的毛病你能不能改一改？想弄死我的人多了，不过现在都成冤魂了。猖狂！本来想着等我融合之后封神人间，再过来收拾你，但现在你敢动了我的东西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等我斩了你，吞噬你的血肉力量，大千气运一样属于我。废话真多，还不赶紧动手？其实我一直是秦公子的人，认你做义父，不过是卧薪尝胆。秦公子，我做的不错吧？可以啊，你小子，这狼心狗肺这个词在你身上具象化了。谢公子夸奖。妈的，为了活命，现在只能装孙子了。你说你好好的惹他干嘛？这个赘婿强的可怕。宗主，你听我说，是这个陈家赘婿逼我的，他喂我吃了毒药，我也没办法呀，宗主。
敢背叛我，死路一条！赘婿，现在轮到你了，神魔变！花里胡哨的，正好试试我新学的招数。龙神变，龙神变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小熊，下辈子。夫君，洛神宗的麻烦已经解决了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这皇城虽好，但并非我乡啊。我的身份是陈家赘婿，这终究还是要回去的。能不能不要走？不走，你养我？我养你啊！